同学，大家好！欢迎大家和我一起来学习局部解剖和手术学。您得过胆囊结石吗？你知道胆囊在哪吗？你知道胆囊手术是怎么做的吗？想要得到答案，让我们共同来学习局部解剖与手术学这门课。提到解剖学，许多人往往想到的是恐怖的场景和画面。那么，未来的白衣天使们，你们印象中的解剖学是怎么样的？用刀切，用真人看，用动物做实验。我们首先来看这些图片。这是正常人体全身的骨架图。这是切开的腹腔，这是离体的心脏，这个是离体的右手标本。离体器官的形态和结构特点，通过这些图片，我们可以总结出人体解剖学主要是用刀切开，通过肉眼观察来了解人体。那么学习人体解剖学有什么用？主要学习什么？首先，我们来看一下人体解剖学的定义及其分科。人体解剖学是研究正常人体形态结构及其发生发展规律的科学。其中有4个字是非常重要的：正常人体。这就规定我们研究的对象必须是人体，不是动物，不是其他的对象。其次，我们研究的人体必须是正常的人体，不是异常的人体。其他病态的、非正常的这些人体，并不属于人体解剖学研究的范围。从这个定义，我们可以看出，人体解剖学的任务是探讨和阐明人体形态特征及其生长发育规律、器官的毗邻位置及其功能等。那么由此，人体解剖学的地位也随之确立。它是医学科学的重要的基础学科，是内外妇儿科等其他医学学科的基础和支柱，是一栋高楼大厦的地基。恩格斯曾经说过这样的话：没有解剖学就没有医学。人体解剖学呢，可以分为句式解剖学和微式解剖学。句式解剖学又可以分为系统解剖和局部解剖学。系统解剖它指的是按照人体的功能系统，阐述人体正常器官形态结构及其发生发展的科学。而微式解剖学，它指的是按人体的某一个局部、某一个器官的配部为直观性结构层次的研究的科学。由此可以看出，系统解剖学呢，它是纵向来研究正常的人体，而局部解剖学是横向来研究人体。微式解剖学又可以分为我们目前所学的组织胚胎学和细胞学。接下来我们就来大体的了解一下人体解剖学它的发展简史。我们首先从看国外。国外的发展解剖学的鼻祖是希腊人希波克拉底。这个人呢，他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是正确地描述了颅骨。另一个对解剖学做出重要贡献的国外著名的解剖学家是盖伦。他对血液的流动、神经的分支、脑和心等器官有着具体的描述。近代的解剖学创始人主要是亚里士多德，他出版了有一本书叫做
人体的构造，主要贡献是发现了血液循环的原理，确定血液是在一个封闭的管道内循环的，写了2本书，一本《血液的循环》，另一本《论动物的发生》。达尔文也写了2本书，《物种的起源》和《人类的起源》。这2本书巨大地促进了人体解剖学的发展。再来看国内，国内的发展起源于公元前500年，《黄帝内经》这本书就曾经记载过尸体的解剖。然后到了南宋，南宋的宋慈写了一本书叫《洗冤录》，他这本书中就正确地描述了骨的名称、数目和形态，并且附有一些简骨图。清代的王清任写了一本书，叫做《医灵改错》。这本书中他写道：我们的灵机记性不在心，而在脑，所听之声归于脑。因此我们现在知道了，人的记忆主要是在于大脑，而不在于心。我们常常所说的你有没有把我放在心里，原来这句话如果把它改成放在大脑里，这才是正确的。现代也涌现了大批的著名的解剖学家，比如说白树令、钟士正、张绍祥等这些人，他们呢对解剖学的发展和解剖学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。第2个部分，我们来讲述人体的结构。人体分为9大系统，包括运动系统、消化系统、呼吸系统、泌尿系统、生殖系统、脉管系统、感觉器、神经系统和内分泌系统。这个图片显示的是运动系统的图片，这张图片显示的是消化系统的图片，这个包括的是整个呼吸系统的结构。那么这张图上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泌尿系统的组成。这2幅图呢，分别代表男性的生殖系统和女性的生殖系统。这张图片上可以看到脉管系统所有的组成、感觉器、神经系统以及内分泌系统。人体可以分为10个局部，包括头部，头部呢又可以包括颅以及面部。颈部包括颈以及后方的项部。后面的4个部分，背部、胸部、腹部和盆部会阴呢合称为躯干部，还包括左右上肢与左右下肢。第3个部分呢，介绍手术与解剖的关系。如果说局部解剖呢是一个大厦的地基，那么手术学呢就是大厦。没有局部解剖学，就没有手术学。没有局部解剖学的支撑，就不能够很好的来进行手术学的开展。我们可以这样来说，对局部解剖学的熟悉的程度，决定了一名手术大夫的工作能力和水平。谢谢大家。